堂堂大理寺卿，干这种偷偷摸摸的事儿，你不也是一样吗？查到什么没有？待我谈谈。饭菜、胭脂、蜡烛、酒。没有秽物的味道，那种味道，即便房间被打扫过了，以我的鼻子也是能够闻出来的。不大可能是在这个房子里吊死之后，再移到戏台上的。你就没闻出别的什么味道来？都是这个房子里本该有的味道，没什么特别的地方。出去看看。这婚房离戏台倒是不远。按理说，柳氏自杀一定会自备凳子。不过，这只旧凳子也不太像是婚房里的东西。婚房里只有带靠背的椅子，不方便挪动，也不方便用来上吊。据巧儿所说，新娘应该没有离开过婚房。那这只凳子，会不会是凶手为了伪造自杀现场而从别的地方搬过来的？前2天啊，新娘死在戏台里，可吓人了。这2天都没睡好觉。我也是。我在想要不要离府了，天天做噩梦。两位姐姐，忙着呢。来坐。好。这个，弟弟打听点事儿呗。像这种凳子，在咱们府上多吗？这样的凳子在府上一模一样的有很多。谁都有可能搬出来坐会儿晒晒太阳。那昨天晚上在这个厨房里头，一共几个人呢？昨晚就我、真儿、莲儿、掌勺的他们都回去休息了。那中间有没有什么人过来帮忙？昨晚大家都忙得很，活比较多，我没太注意。对了，巧儿姐来过。对了，你不说我都忘了，人家巧儿可是老夫人眼前的红人，昨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跑到后厨我们这种粗人待的地方帮忙。巧儿姐是好心，好心？她心里想的什么我们还不知道啊？人家可是过好日子的人，心高着呢。平时不是贴着老夫人，就是贴着气颜公子，说不准就是她想上位才杀的人。你别胡说。真儿，你一个粗使丫鬟怎么还帮着她说话呢？真以为傍上她就能攀上高枝了？我没有。两位姐姐，别吵了，没必要。喝茶。那这个巧儿帮工了多久之后再回去的？当时大厨做了一道羊肉锁饼，大概只有2刻钟吧。之后我就和他一起回的婚房。我可以作证，巧儿姐什么都没有做过。那你和他回婚房的时候有带凳子吗？我们当时都端着菜，而且看见尸体的时候，那个凳子就已经在新娘脚下了。
如果按他所说，巧儿在厨房里待了2刻钟，那就意味着我和甜甜送完钥匙之后，巧儿在婚房里待了不到半刻钟的时间就进了厨房。这么短的时间不够他行完凶，再将尸体运到戏台。如果新娘在新婚3天内死亡，无论出于何种原因，都不得报官。凶手必然就在这7人之中，到底会是谁？这边房梁居然没有灰尘，栀子花香，是婚房里的胭脂味道。新娘明明是在房梁下吊死，胭脂味怎么会留在房梁上？难道她还爬上过房梁不成？看来是凶手将昏迷的新娘脖子上套上绳子，平放在房梁上。新娘稍有分神，就会失去平衡，滚下房梁，形成上吊的效果。这就对了，这就像一个定时的杀人装置。这么做就是为了让自己有不在场的证明，也不对啊。这么高的房梁，凶手是怎么将昏迷的新娘给运上来的？除非他会功夫。不见得，用梯子不就行了吗？你怎么到处乱窜？你不也总是上蹿下跳的吗？你看来对这里也很熟悉嘛。彼此彼此，搭把手。扶实点啊！凶手是踩着梯子上的房梁。虽然柳氏身材娇小，但一个女人也很难把她抱起来。徐老太太肯定抱不动，府里的丫鬟们也都很勉强啊。许倩和管家一直在前庭，厨师一直在厨房，他们也没有时间作案。那最大的嫌疑人就是那个逍遥子。昨晚他全程不在席上。要说动机，那也有，因为只有不停的死人，他才会不停的赚到钱。所以，他客居灵州，一直围着徐府转悠。我现在就去好好会会那个逍遥子。杀人了！杀人了！哎，快把梯子收了，快走！尸体上有余温，应该是刚死不久。可发现什么端倪？我已搜查过四周，并未发现有可疑的人。连大师都死了，这冤魂也太厉害了吧！住口！还不退下！连大师都死了，难道这府上真的是有冤魂在作祟吗？夫人莫急，明日我去找一位更厉害的道长前来做法。哎，胡来了呢？我也没看到。怎么回事？又死人了？大晚上的，你怎么跟他在一块儿？我方才迷路了，多亏了许公子，我才找到回来的路。甜甜，你
添什么乱？来，来呀！死者颅骨断裂，生前应该遭受过强烈的撞击，是被人打死的。这么看来，冤魂索命只是个幌子，真正的凶手就在这个院子里。